蓝湛，你说，连世家最厉害的人都求于我这乱葬岗，他们还有什么可以与我抗衡的？呵呵，古往今来，入魔者皆会自食恶果。蓝忘机抬眼带着失落与沉痛，定定地看着魏无羡，自食恶果那也是我的果，与蓝湛你也无甚关系。魏婴看着眼前没有所谓、陌生无比的人，蓝忘机一脸的不可置信。曾经这人答应过他，无论如何也不会入了魔道，可现如今号令着走尸鬼魅在乱葬岗建成为主的人，他竟一点也看不清、看不懂。蓝湛，生气可不好，这样我哄哄你，给你寻点乐子可好？魏无羡拍了拍手，几个被绑着手脚的看似世家弟子的人便被他手下走势提着走来。你想做什么？蓝忘机脸上带着镇定，可心里却是些许忐忑。不做什么，吹吹笛子，逗你开心罢了。温柔悦耳的旋律响起，蓝忘机在疑惑中第一次那么愤怒地吼出魏无羡的名字。他就在他的眼前控制走尸，撕碎食药这几个世家弟子。凄厉的声音响起，直到魏无羡放下笛子，脚下只剩下一片鲜红血迹。我说了，蓝湛你生气可不好，还是说你还想让我再给你寻些乐子？魏无羡，他从来都没有想到那个这人会在自己眼前虐杀这几个世家弟子，以这样的方式告诉自己他的不满，从来没有这般的怒火和悲痛。你今日是第二次这样喊我名字了，这样可不好啊。蓝湛，出去也罢，蓝湛你早些休息。说罢，他看着气狠了，似乎有些站不稳跌坐在床榻上的人，笑了笑便转身出门。只是刚出门便呕出一口艳红的血，温宁急忙的扶住他。温家现如今也不过只剩下温宁和阿月而已。温宁是被魏无羡无意吹笛换回来，才知道金家并没有毁了他，而是藏了起来的。阿愿则是温家老小集体赎罪，赴死唯一心软留下的孩子。公子，你怎样？蓝忘机不知道是才魏无羡让走尸撕咬的世家弟子，不过他精血附在纸人身上所化，被稀释殆尽的也不过他自己的精血而已。无事，公子这样值得吗？为了彻底气走蓝二公子，我这样的人哪里又有什么值得不值得？本就是殊途末路的人。公子，对不起。温宁满眼的内疚，若不是他的家人，眼前这个自己视为主人又为亲人的人可以活得更好的，明明是那么善良的人，可因为他们世家从来不曾善待过他一分。别说对不起温宁，是我自己选的路，与他人无关。公子，累了，睡觉去了。打断温宁还想说的话，魏无羡确实也有些累了。温宁强硬的扶他入房内休息，难得这样一直以来唯唯诺诺的人也会这般固执。魏无羡也随了他去，躺在床榻之上，睁眼闭眼都是复活金子轩和师姐的计划。现如今他活在这世间最大的愿望，没有谁知道他偷偷聚了这两人的魂魄，一直寻求办法复活他们。原想若是温家老小魂魄还在，也一同不惜代价复活他们，可最终却是彻底被金家毁得干干净净，不曾给他留下一丝希望。叹了叹气，不经意间却也想起蓝忘机，这个自封凌厉、甘愿被囚的人，这个一直以为自己还是从前那般模样的人。夜里风起，在屋外肆意的嘶吼喧嚣着。自从江家覆灭后，魏无羡就很少能安然入睡，浅眠之下更是被外面的动静吵得睁开双眼，定定地看着黑暗的世界。一夜未眠，天刚发亮，他便起身走向伏魔洞内，解开自己设的禁制，走向石床。床上阵法中央处放着两个灵囊，他往手心处一搁，鲜血便顺着指尖落到阵法上，两个若隐若现的身影慢慢出现。也只有这个时候，他脸上才带着少年时的那般干净明亮的笑脸，同那时一样轻声地唤着师姐。可不等他温存几分，阵法中央身影却是慢慢消失不见，魏无羡脸上的笑容也渐渐消失殆尽，随后却是带了几分狠厉，又往手心处狠狠一割，原是渐渐凝固的伤口又开始涌出更多的艳红鲜血，落在阵法上，空气中尽是血腥。可这一次却是没让日夜思念的身影出现，几分怒气中带着怨气的血腥，吸引而来的是对他鲜血极度渴望的走尸鬼魅，带着凄厉的吼声逼近伏魔洞口。蓝忘机也被外面声响惊扰，略有疑惑的便走出外去。魏无羡只有生气时才会使用定身术定住他，原本就是他想消除这人戒备，自封凌厉，甘愿待在这里，等这人完全相信自己后，再好好为他压制怨气，避免入魔的，倒是从来不曾真正的求过自己。外面嘶吼声越发刺耳，蓝忘机刚出门就看见蜂拥而至的走尸鬼魅聚集在附魔洞外，心下一急便疾步跟去，不用想也知道定是那人在里面，原是想解开灵力对抗这些走尸鬼魅的，可从始至终他们却只是拼命的想要挤进洞内，不曾理会自己，越想越是觉得怪异，
更不知那人到底是在里面做些什么，心里的紧张和急迫又多了几分。不等他解开灵力进去看看是何情况，这些走失鬼魅便纷纷自然化作黑烟散去，似乎闻见里面浓浓的血腥味传了出来。蓝忘机微微蹙眉，便小心地走了进去，眼前的一幕幕让他一愣，随后琥珀色的眼眸里尽是震惊和愤怒。魏无羡就这样慵懒地坐在尸床上，勾起唇角，漫不经心地看着脚底趴下舔舐鲜血的鬼魅，而鲜血的来源又是那帮穿着释迦弟子衣物的尸体，被啃噬的面目全非。而这人甚至还轻轻地抚摸脚下鬼魅的头发背脊，如同喂养宠灵那般怡然自若，一幕幕只让蓝忘机后背一阵阵的发凉。以释迦弟子鲜血喂养驱使鬼魅，什么时候这人竟疯魔至如此地步？眼前人似乎再不是从前那个刻印入骨髓深处的少年。看着那白色的身影一步又一步逼近，魏无羡才慢慢抬起头，轻轻地笑出声。昨日今日，他连续2天见到这样的蓝忘机了。昨日被自己束缚住并不明显，现下细细观看，竟是气恼得手都发抖。继续摸着手下鬼魅，却是低声道：“他是我养的鬼鸡，很是听话，比人听话多了。起来。”低沉的声里听不出任何情绪，却是冷得吓人。起来，起来。再一次的重复，依旧是那般声音，可却是让魏无羡无端多了几分忐忑。可他站起来却又缓缓蹲下去，伸手向着鬼鸡面前的鲜血抹了一下，然后才又站了起来。蓝忘机不明所以的看着他的一举一动，下一刻却是忍不住解开灵力，腰间碧尘随着主人的情绪波动而晃动的可怕。魏无羡竟然轻舔指尖染的鲜血，随后带了几分邪力笑道：“怨不得他们喜欢，血的味道是挺好。”下一刻，不等自己反应，身体便被大力的推搡撞在石墙上，而脚下的鬼鸡也被碧尘溅起，在凄厉声中化为一抹青烟。你当真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？蓝忘机声里是压抑不住的沉重与怒气，胸口处衣襟被蓝忘机死死拽住，后背撞得生疼。他今日放了很多血，这一撞头脑都带了些昏沉，从来他都不想任何人知道自己复活师姐和金自轩的计划，旁人只会认为他居心叵测，才会带走他们魂魄，也不想蓝忘机卷入自己这污浊之地，毁了自身名誉，所以远远透过走失缝隙看见那清冷身影，便上演了这一幕幕。若是能让这人彻底死心，解开灵力下了山去，也再好不过。魏无羡喉间带了些心甜，却也忍住不适，继续勾起阴邪的笑脸，轻轻凑向蓝忘机耳边：“蓝湛，你不是也看见了吗？呵呵。”你再是强忍的怒火，终究还是爆发出来，又是使劲的一推。魏无羡觉得，若是这人带了灵力泻火，那自己大抵是再支撑不下去的。